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说明哦，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会制作网站没多久的新手哦，那你的案子从哪里来？那如果是老手，其实也可以介绍一下哦，有一个可以确定他们目前是没有网站的一个公司，他们的一个登记的地方在哪里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 Google 进来哈，直接输入一个公司登记，然后开始查询。那第一个通常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哈，就是这个地方。那如果呢你进来的是这个位置哦，全国商工行政服务入口网，它的第一颗按钮按下去，也就是刚刚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好，那你进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要找哪个位置哦？这边有一个叫做公司登记资料相关清册下载。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公示资料公开展示的一个资料，这边有个选择一个公示查询系统，那一线是别下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这个就是它规定公司资料移动清册，每月5日呢它会产制上个月的一个清册资料，就是我们现在是1月份了它会在5日的时候呢，把上一个月12月它登记的所有新增加的公司就是新设立的公司或者是你的已经原来的公司你有变更一些登记那也是会在这边公告。那或者是你申请解散的公司也会在这边登记公告。我刚才呢在测试的时候呢，我下载了台北市台北市12月的时候有800多个新设立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太多了，我们现在正式示范呢，我们找一个比较少的比如说我找台中好了，新设立公司登记，点了它就下载了它就下载了。这里面呢，为什么它这边有分两个这边是登记，那它是登记里面的一个清册，这两个都有它两个呢，其实你注意看他们的英文代号应该是相同的。通常我拿到档案之后呢，我会把它修改一下，改成是台中市的12月113年12月的清册，或者是含营业项目的。那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这是清册的部分就是没有含营业项目的。那看一下台中的一笔这边有668家总共有28页这个是有营业项目的那确定一下，它叫做顺祥生技有限公司。上面这个呢，我们往下拉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刚刚讲错了就是祥顺生技有限公司那这里面呢，它这边出现是00000048那这个统编也蛮前面的，看到这个号码是排很前面它的资本额是20万。那刚刚这一个它是0000004820万确定是同一笔没有错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资料你就可以拿来去做一个联系联系我们客户的一个看他们要不要做网站因为这边你查出来的都是新设立的公司那新设立的公司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宣传品。如果你本身也会做那个视觉系统的一个设计那这边你也可以帮他规划整体的形象包含名片整个包装整个形象设计，包含网站你都可以把它包下来。好，那一般来讲这边是新设立的公司，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那当然就是我们推销的一个对象如果你抓下来呢，你想要把它变成 Excel 档呢，比较容易来做一些编辑或者是我要到时候套印到标签比如说我要制作 DM 上面去贴一个标签呢，上面印有这些人的联络资料那让它可以转成 Excel 是比较方便的做法。所以我在这边插一个线上的，如果你没有 Acrobat 的一个专业版它可以帮你转成 Excel 的话呢，你就从线上这边来你打一个 PDF2 Excel 那查出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免费的转 Excel 的一个网站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往下面看，这边我把它先关掉，或者装一个翻译的 Google 插件那你现在不管它了我们大概知道意思就把它关掉。那我们知道说上面这个括号1是台中的那带进来之后，它现在开始转了，我让它 converting 再转档一下。好，转完之后呢，一个 free download 的按钮按一下，它就下载下来了那这时候把它打开来我们的电脑里应该都会有 Excel 了那启用编辑，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上面标题这些全部都要多出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到这里
都可以把它删掉。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你要套表列印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它是在同一个栏位，它可能会印出来这些东西哈，那没有必要的东西就把它删了。好，如果你会呢一些 Excel 的函式的话你可以大概自己去写大概经过几页几笔资料之后呢，然后呢把接下来的几列呢把它删掉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手动因为没有几页，我们手动把它砍一砍然后在这边呢，你会发现其实它这边有一些栏位它是没有乖乖的帮我们排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其实你会手动的再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右键再删除。它就往左边移，它就回来了那类似这样的方式呢，稍微整理一下，你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Excel 档。那这些 Excel 档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是他自己帮我们断行了。这是本国公司，他自己没有，他就把它跑到这边去了。那你不要再把公司这几个字拿回来。好。OK， 好，那先把它的栏位宽度调整成该有的文字的宽度那这时候呢，你全选左上角这一颗按一下全选，那在边界的地方点2下，它就自动帮我们以它适当的一个宽度来帮我们展示那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的，就把它调整一下了好，那调整完之后呢，再来点2下这边它又帮我们跑出来，你就会发现它又多了2列是不需要的那这时候你再把它删掉就好了。好，像这样整理一下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 Excel 的一个报表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寄给客户，客户的名字、客户的地址，然后他的负责人好，我们这边每一个宽度都把它调整一下。那你这边会发现说它的名字是完整的呈现它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格子法中间这个要变圈圈或者什么的那大部分我们会觉得说既然开公司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这些资讯跟谁联络，那比较反正就是盈利为目的嘛所以他们就是会申请的时候呢，他公开的项目呢就会连他的名字一起全部公开这边呢我们就有收件人，有收件地址，有收件公司，我们就可以寄 DM 去他们公司，让他去评估一下，看是不是如果要做网页可以就直接给我们。好，那有时候你发现这个就在我们家附近了那你也可以登门去拜访这里面没有他们的联络电话或者是他的一个 email， 这些东西是没有，因为可能公司刚成立什么都没有。好，那他如果有的是登记地址而已，登记了这个地址呢，他营业的地方可能不一样，那到时候呢就过1个月，像我之前是大概1个月左右，我再去网络上面查你那时候再去查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公司开了，它本来就是要在104或是一些人力银行里面做找员工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呢，你就会轻易的看到他的联络资料了那有 email 有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或者是用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联络方式去跟客户做拜访。那这里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档案把它存起来。这边很快的再梳理一遍我们呢可以在 Google 里面查公司登记，然后进来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网站。那我们要的是从这个地方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页面。那把你想要去联系的这个位置比如说这边有你住基隆就查基隆，住哪里就查哪里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县市，它只帮你列出那个县市的几年几月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再联络11月、10月，在之前的都可以。好，那找完之后呢，你要用设立的这边是3种嘛设立、变更跟解散。那当然你解散有解散的用途因为有时候资料比对，你现在把12月的解散资料登记，再去查之前的设立，如果2个重复，代表这家公司已经收摊了那这些动作就是可以在
过滤掉一些不需要再去拜访的一个资料，因为我们寄 DM 去随便也要花个几块钱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寻找客户时候的一个成本那你可以做一些过滤的动作，设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做一些变更的动作。好，那你下载下来之后呢，从 PDF to Excel 这个地方可以去上传之后呢，再把它的这个 Excel 档下载下来，那变更一下它的格式做一下调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寄发你们的 DM 比如说你想要让客户知道现在年底有一个设计网站优惠的专案那多少钱，做一个 DM，一张大概 0.1 块左右，然后加上邮寄的费用10块以内你就可以搞定了10块买一个机会那你现在寄出去了之后呢，等待他的联系有机会得到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再来就是看各位的一个手腕了怎么样去联系接洽。那没有经验的，我们后面可能会陆续再跟各位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技巧的分享。好，那我们这个范例呢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